好，世界虽然大，但是中美两强的竞争啊是无止无息的。那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科技也好，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稀土，这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啊，他宣布要启动代号叫做金库计划 （Project Vault） 这个战略部署。他说，预计美国要投入呢高达12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3792亿左右，要建立关键矿产的国家级储备。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呢，还有包括通用汽车的执行长，以及呢艾芬豪矿业的创办人哦，他们都出席了这场发布会。而这个金库就是这个 Project Vault 呢，它本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会收取微薄的管理费用、营运费用。那储备大约有60天用量的关键原物料，采购的标的呢，则是锁定稀土、还有铜、锂跟钴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那其中呢，也看到了稀土产业新闻网啊，稀土交易所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而且是一个警钟啊，因为很不乐观。报告指出呢，美国恐怕要到2040年才能够建立自身完整的稀土供应链。所以提到了能源，其实川普也非常的谨慎，他也认为这个能源是美国的命脉。可是他现在透过这个金库计划，要主导未来，希望在稀土上面能够更多的主导权，甚至包括定价权哦。他的计划能够成功吗？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哈，它这个本来的定位啊，它就是政府是不参与各种实际的这些产业的经营，它甚至没有工业计划、工业政策，它是完全让市场来决定。所以就变成美国的军火工业也没有什么国营的企业，美国就是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太参与、不太资本主义就是市场决定，就是市场决定的。那现在川普是比较打破这种政治传统吧，也没有说不行嘛。那美国的政府事实上他已经插手到美国的这些产业里面去了，那而且是自己直接设立机构来插手啊。这个我觉得跟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创新吧。那可能跟川普本身他是商人出身啊，他会觉得政府做很多事都没有效率，或者政府有很多权力都没有用对，所以他要插手。那这个就变成我觉得到最后他很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就变成说在真正的商业经营里面，你政府要插手的话，像我们台湾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图利的问题。你为什么？你这个叫 cherry picking， 你为什么要挑它？你不挑它？对，你这个政府拿到的钱是要劫富济贫的，你是要做社会福利的。你怎么会把你手上抓的钱去已经获利无数的公司，像 Intel 这种公司，指定合作对象，你随便就给他几十亿美金，对，上百亿美金，这种公司赚钱的时候把钱交给你吗？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我是学政治，我是从社会正义，就美国的政治文化来讲，我觉得他做这件事蛮危险。而且美国没有这个传统。这里面因为美国的政治，它的所谓的政策决策后面有很多的利益团体的游说，到最后利益团体之间，那也会产生很大的利益冲突。只是川普目前这些做法，我觉得是突然让美国社会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做这些事情。而且他这些所谓设立的机构不管如何，他找这些做他里面的重要的决策单位的人都是重大的利益团体的代表人物。那这个东西跟美国的政治传统又有关系，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那事实上的话，你比如说要做稀土的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今天在稀土在重要矿产上，它不是这3-5年的问题，这是几十年的努力。对，所以那个报告才讲说到2040年，这是几十年的努力。你今天你掌握了矿源也好，矿源本来就不是中国大陆垄断的，越南有很多，马来西亚有很多，中南美有很多矿源，你都可以找到。对，可是美国的政府常常我觉得他们这种就变成这种民主政治这种习性他不太讲实话。那你掌握矿又怎么样呢？对。矿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个精炼的问题精炼的问题你还牵涉到你的很多社会法规，因为它高度污染。对，你美国能做吗？你放在哪里？你放 Colorado 州政府会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问题。可是问题，美国的政治人物常常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后，
然后描绘出来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反正啊，能不能实现4年以后它也不在那个地方了。对，就是美国现在把所有的制度上的弱点都把它扩大到实务里面的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你今天出席了什么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计划，你要搞什么这个政府要参与到实业的实际的运作里面我基本上我都不会很乐观。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但是起码要点出了，就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弊病丛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利益勾结的问题。那刚长久了，对，就是没有办法 not sustainable。因为他现在就是拿了一个 MAGA 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出来，很个人化，很短视。是，而且刚刚提到了矿源的部分现在日本也在找矿源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呢，这个稀土真的在大作战的这个竞争之下呢，日本最近也宣布，就是由他们的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他在先前其实已经表示说呢，日本的钻探船叫地球号，成功的从南鸟岛的外海这个深海海底采集到了含有大量稀土的粘土状沉积物。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这边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 Vance， 他正式宣布一个国际联盟计划，说要建立一个优惠贸易集团，通过灵活的关税为关键性原材料的各个生产阶段来设定参考价格，目的就是要抗衡中国大陆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地位。那现在包括了韩国、印度、日本、澳洲，还有民主刚果等等55个国家都出席了在华盛顿的这一次会议。中方呢，在1月份是先成立了一个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稀土价格的指数呢，正是在官方网站还有新华财经这些专业的终端同步上线，其中涵盖了蓝市，然后普这些主流的稀土产品。那跨足定价基准话语权，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中美双方现在在稀土的这个议题上面，都希望能够掌握更大的主导权。那所以安雅老师，我问一下，这个稀土的国际交易价格，在目前来说，多半都是由谁来决定？这个买方卖方的交易是公平的吗？您觉得？延续刚才介大使讲的这个稀土的生意经就是鸦片生意经的倒反。稀土是对本国不好，因为你要破坏生态，但对他国是有利，你可以创新产品。鸦片是倒过来它是对本国好，反而是农产品没差，但对他国不好，会降低生产力。所以稀土将来在美国会奇货可居价钱会很高。可是中国大陆反而该做的事情是用低价去控量，让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的低，根本不符合他国的利益去做，因为它需要大量补贴，破坏生态。而其他国家如果他做了也达不到规模，它成本会到太高，永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所以我们讲说，如果美中两强都想要抢这个稀土的定价权的话，它会像是因为美国自己有石油所以它就会有这个议价权。那稀土的话，未来的发展它也会像是石油的这个发展的路径一样，就是说走向这个集团化的发展嘛。就是程序刚才您问的跟介大使刚才讲的，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因为把国安的帽子戴上去以后，它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它必须要花10几20年才能够建立它所需要的产能。而中国大陆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毒品的模式，你就是用价跟量去控制这个市场。可是你不要用高价，你用低价。低价的话，别人都根本做不了。就像是他做根本没有商业利益，他干嘛做这个事情？何必破坏自己的生态等等？可是你有这个产品，谁乖谁听话你就给谁。这是最符合中国大陆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可以做交换，不差这一件东西。OK， 那所以在都想抢夺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未来如果真的发展成像这样的态势的话，黄老师觉得这个原料端的库存跟调控会怎么样的受到影响？这个话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推出了这个稀土交易所之后，变成会出现几个很明确的现象，就是说，他今天他一定会就跟做期货一样了，我出了一个预期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就算日本找到新的矿产又怎么样，哪怕日本有精炼技术又怎么样，我会开始评估我投资的成本到底回不回得来。那关键是那个 cost。没错，这就像我们之前又在讲说，到底美国要不要卡住不让高阶晶片进到中国的问题一样。我今天就用价格去麻痹你，让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这样他可能就到2040年以后才能建立起完整的自身供应链。但如果他今天达到国际结盟，我就是硬跟你搞下去，我也先不搞什么60天储备用量，
那它有可能可以把它的稀土供应链提前的去完成它。但这个要看美国政府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盟军他们有多大的信心跟愿意花多大力气，一口气把它拼到底。因为记得上次我们有估算过说，从日本发现，即便日本这边矿藏量很多，加上他们本身技术，你从建立起海外的采集到整个可以精炼，大概也要8到10年最少。那其实这样一加也快2040年。对，其实一加也快2040，那他这个估算是还蛮准确的，蛮准确的。对。那如果他把钱全部都加下去，加速这个进程，有可能可以提前一些，但能提前多少不知道。所以中国现在反而用这个交易所，我就赚你的交易差，我还去让你想做又不敢做。那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已经领先了这么多年了。是。但是这些是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像刚刚大使讲的，就是你必须牺牲掉很多的环境的这些保护啊，或者是环境资产。可是呢，他就享有了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在2040年以前，您认为美方想要主导这样的一个稀土市场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赶快要储备嘛，他现在，而且你注意到他锁定的大部分都是能源相关产业的，对，所以他们现在一直还是在冲能源相关产业，他不能让它供应链一天断掉。就一旦发生任何的资源抢夺或战争的时候，谁掌握最多的能源，谁还是最有话语权的。不过这也跟科技一样，就是当你达到了2040年你的目标以后，可是中方也同样的在这几年之间，他也做好了更多相关因应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